全世界证券交易员、投资家的专业媒体股市简报，内容来自全球专业媒体，由六度简报团队制作。六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摩根大通收购第一共和国后，银行监管成为焦点。金融时报，由于高商业成本和高利率，美国制造业正在经历自2009年以来最长的收缩。亚洲开发银行还警告说，与中美之间日益紧张的贸易关系破裂可能会影响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呼吁各国拒绝保护主义。在金融领域的其他地方，摩根大通 JP Morgan Chase 已经从监管机构手中收购了第一共和国的大部分股份，该监管机构近2个月来一直处于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美国地区银行股价下跌。据资深投资者查理·芒格 Charlie Munger 报道，这引发了对美国监管机构的能力以及可能的商业地产市场蔓延的影响的担忧。在摩根大通的交易被斡旋后，有人批评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摩根大通变得过于强大，但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为该银行辩护，称他们有能力帮助该国充足的客户。美联储表示，交易流程的新改进即将到来。路透社，美联储将推出新的规则，以确保遵守其道德规则，同时更广泛地限制官员和工作人员的金融活动。在达拉斯和波士顿地区联储银行的领导下，央行将扩大其覆盖范围并收紧所需的流程，以确保所有披露的准确性。美联储还制定了正式的执法草案，并正在考虑建立一个系统来验证披露。这些规则背后的主要动机是确保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会为了个人利益而进行交易。佛罗里达董事会反诉迪士尼。路透社，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任命的监督委员会表示，他将在州法院对沃尔特·迪士尼公司提起反诉，以回应迪士尼上周对德桑蒂斯和佛罗里达州中部旅游监督区委员会成员提起的诉讼。1/3的美国护士计划辞职。路透社，根据医疗保健人员配对供应商 MN Healthcare 的一项调查，在大流行增加了该行业的压力和倦怠感后，美国30%的护士希望离开该行业。调查显示，36%的护士计划继续从事医疗保健工作，但与不同的雇主合作。它还显示，护士正在寻找增加的工资和更安全的工作环境，以说明减轻压力水准。这个问题凸显了潜在的人员配对危机，因为在辞职人数增加后，医院运营商一直在努力维持员工。生物制药公司 Acelyrin 在美国 IPO 中寻求1.5亿美元的估值。路透社，总部位于洛杉矶的 Acelyrin 正在寻求通过在美国的 IPO 获得高达15亿美元的估值。这家生物制药公司将通过出售2060万股股票来筹集资金，每股价值16至18美元，以期筹集近3.7亿美元。在首次公开募股后， Acelyrin 将在纳斯达克指数上市。此次发行的主要联合部际管理人是摩根士丹利、TD Cowen、Jefferies 和 Piper Sandler。特朗普在纽约强奸诉讼中拒绝了误审请求。BBC， 唐纳德·特朗普要求在作家 E.Jean Carroll 对他提起的民事强奸和诽谤案中进行误审，但被纽约法官路易斯·卡普兰拒绝。卡罗尔声称，现任前总统于1990年代中期在曼哈顿一家百货公司强奸了他。特朗普将这些指控描述为虚构。审判于上周在美国联邦法院开始，现在将继续。标准普尔因双重股权决定受到养老基金的批评。金融时报，主要养老基金已向标普全球抱怨其决定允许股东投票全部平等的公司进入其指数，包括标准普尔500指数。代表养老基金的机构投资者委员会 Council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主张平等投票权，并对标普道琼斯 S&P Dow Jones 用来做出重新引入双层股权公司的决定的不透明程式表示失望。这一逆转推翻了一项5年前的政策，并可能允许 Ares 和 Blackstone 加入标准普尔500指数。此前据报道，这一决定令投资者感到意外。美国需要新战略来讨好全球南方。金融时报，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 Jake Sullivan 表示，美国希望将发展中经济体纳入其经济政策，
并将消除其最重要的伙伴关系仅与成熟经济体建立的观念。沙利文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话时表示，新方法的目的是减少负面的经济外部性，如气候变化和不平等加剧，同时解决企业和国家的权力集中问题。虽然现有的贸易协定既不能照顾人类，也不能照顾地球，导致集中和脆弱，但美国正在通过新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为中国的一带一路专案提供替代方案。在6月11日至13日的G7会议上，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国家编辑埃德·卢斯 Ed Luce 表示，美国需要向其他国家提供激励措施，让他们加入其正在形成的国内贸易共识。他认为沙利文的演讲没有充分解释这一点。卢斯认为，美国需要马歇尔计划规模的慷慨，公共和私人，来实现向全球南方的能源转型。他建议不要削弱世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以实现更多的贷款，并主张美国用真钱来匹配文字，就像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为数千万人提供电力、清洁水和基础设施所做的那样。赛诺菲 Prevention 创新的糖尿病药物是很好的选择。金融时报，赛诺菲以29亿美元现金收购了糖尿病制药商 Prevention Bio， 是收购前价格的3倍。赛诺菲收购这家总部位于新泽西州的公司，将为这家法国制药巨头提供一种名为 Xil 的产品。该产品可以将一型糖尿病的发病推迟数年，并在美国达到10亿美元的预期销售额。赛诺菲首席执行官保罗·哈德森 Paul Hudson 在2019年退出了糖尿病研究。此前他认为其项目不够创新，无法从现今短缺的医疗系统中获得高价。然而Xil 是同类产品中的第一个，它的不可替代性促使赛诺菲寻求出售。赛诺菲必须减少对 Dupixent 的依赖。Dupixent 是一种哮喘和湿疹药物，瑞银预测到2029年，这种药物可能占该公司销售额的1/3。赛诺菲的远期盈利估值为11倍，相对估值低于具有类似短期增长前景的同行。Dupixent 正在蓬勃发展，最近在一项肺部疾病试验中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但赛诺菲必须证明它将如何缩小其不断增长的估值差距，因为它寻求长期取代这种药物。Prevention 还拥有目前处于早期开发的狼疮和乳糜泻的治疗方法，这为赛诺菲寻求收购提供了进一步的理由。这笔交易符合赛诺菲最近对以科学为重点的小型收购的偏好，例如 Prevention。这与赛诺菲之前对罕见疾病专家 Horizon 的收购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去年12月被安吉以260亿美元收购。赛诺菲收购 Prevention 似乎很合适，同时在去年癌症候选药物 Ensnastrant 试验失败等令人失望之后，为该公司的管道提供了急需的资产。检察官说，前 OpenSea 员工从 NFT 中赚取了免费资金。路透社，不可替代代币 NFT 的领先市场 OpenSea 的一位前产品经理被指控利用公司的知识交易 NFT 获利，就像他们在主页上展示的那样。据称，纳萨尼尔·查斯坦 Nathaniel Chastain 在强调代币后不久出售了他的代币，赚了5万美元以上，并且是第一个面临与数字资产相关的内幕交易指控的人。虽然查斯坦的律师否认了这些指控，但法律专家指出，此案可能对现有法规以外的资产产生更广泛的影响。社交媒体现在是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外交政策，瑞士信贷在2023年3月的崩溃是由澳大利亚一位商业记者的一条推文引发的。该活动展示了社交媒体与数位银行相结合时带来的风险。社交媒体的兴起恰逢银行与客户之间关系的重大变化，客户现在习惯于从博客和社交媒体接收资讯，而不是听取银行家的意见。这可能导致银行失去公众信任，在社交媒体和数位银行时代，重新获得信任可能具有挑战性。社交媒体的及时反应可能导致他们假设不仅从银行接收资讯，而且客户能够让银行对其行为负责。尽管近年来欧洲的银行监管有所改善，但监管和监督仍然是管理银行业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规则比2007至08年更严格，资本缓冲更高，但银行监管必须随着这些变化而继续改善。
2007至08年的银行业危机是由银行家的肾上腺素驱动和巨额奖金前景驱动的信贷紧缩。然而，这一次银行危机背后的原因不是垃圾贷款，而是全球央行的加息。约翰·海因茨尔截至2023年4月30日的模型股息增长投资组合。加拿大环球邮报根据分析公司 PitchBook 报告，美国技术创新投资在2018年达到顶峰，有11042笔交易，投资额达1353亿美元。数据显示，去年的交易逐渐减少，有10777笔此类交易，总额为1349亿美元。仔细观察，可以确定社会趋势，例如对技术的日益依赖，正在推动投资者在美国的网络安全上花费更多。美国网络安全领域最大的投资者是微软，该公司在这一年进行了10项投资，但据报道其价值落后于思科系统、ForgePoint Capital 和戴尔科技。根据该报告，加州公司占据了该领域交易的最大份额，37%的美国网络安全投资集中在该地区。花旗行长弗雷泽警告，美国债务上限辩论将产生严重后果。路透社，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简·弗雷泽 （Jane Fraser） 表示，尽管国会上周以微弱优势通过了一项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法案，但美国的债务上限辩论目前比以前的事件更令人担忧。在米尔坎研究所全球会议上，弗雷泽还评论了其他话题，例如摩根大通拯救第一共和国银行以及美联储可能仍需要多快加息。弗雷泽没有说他是否认为当前的动荡造成了金融危机，尽管他表示会有压力，某些行业将成为目标。谢谢大家收看股市简报，这是由6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